7月15号，深圳企业华大制造及其关联公司宣布，与美国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就美国境内的所有味觉诉讼达成了和解。英美纳将向华大制造在美国的子公司 CG 支付3.25亿美元的净赔偿费。早在今年5月6号，华大制造对英美纳公司提起的诉讼已经有了判决结果。法院认定英美纳故意对华大制造的双色测序技术专利侵权。英美纳的反诉全部被判无效。当时英美纳公司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上诉。如今这场耗时3年的在美专利纠纷案终于以美企低头认怂告终。不仅如此，华大制造也因此开启了在美出售基因测序仪的进程。那么这个案例对于手握尖端技术专利的中国企业来说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我们一起来洞察关键。华大制造与英美纳的这件诉讼案始于2019年5月，华大制造美国子公司 CG 向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国际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侵犯了华大的双色测序技术专利。这项专利是华大制造实现高通量、高质量测序的核心技术之一，是华大制造掌握的关键技术之一。随后，英美纳和其旗下公司提起反诉，主张 CG、华大制造和美洲制造侵犯其3项专利权。在今年5月的最新一轮的判决中，陪审团判决华大制造胜诉，英美纳将向华大制造支付3.34亿美元赔偿。不仅如此，英美纳还将丧失 NovaSeq 6000、NESSEC 系列测序仪等包含巨额利润的专利权，从而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当时一些美媒分析称，英美纳反败为胜的几率较小，早些和解可以避免股价崩盘。然而英美纳选择继续缠斗，结果从5月初至今，英美纳市值腰斩，跌到了200多亿美元。事到如今，英美纳已经别无选择，必须与华大制造和解。此次英美纳支付给华大制造的3.25亿美元，约22亿元人民币，是有史以来中国公司在海外获得的最大数额专利赔偿。在双方和解之后，英美纳将获得华大制造及其子公司CG的2项相关专利授权。这2项专利卖出了远大于专利权公司CG的总资产，接近母公司华大制造1年的营收，也相当于专利侵权者英美纳近半年的净利润。这个案例呢，体现了就是深圳的企业在知识产权运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说明呢，知识产权既可以帮助企业站在产业竞争的这个创新制高点上，又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有形和无形的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华大制造进军美国市场的障碍也已经扫除。华大制造将于2022年8月开始在美国销售基因测序产品。英美纳和华大制造同属基因测序企业，全球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并量产临床级测序仪的高端制造商只有3家，其中英美纳是产业龙头，而华大制造则是近几年在全球都非常活跃的新兴企业。英美纳成立于1998年，起初主要从事基因芯片研发，2007年通过收购正式投身基因测序产业，并且很快成为行业巨头。华大制造的母公司华大集团曾经在2010年一次性花费6亿美元，从英美纳购买了108台测序仪，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商。然而在签订合同后，英美纳坐地起价，要求配套试剂每年涨价4%，同时对测序仪的售后服务采取高收费、拖延或终止等手段，导致华大集团将近50亿的设备濒临无法正常工作。2012年，美国基因测序公司 CG 深陷亏损泥潭，无奈变卖资产，让华大集团看到了摆脱英美纳掣肘的机会。当时，华大和英美纳均参与收购竞拍。竞拍的方式是暗拍，在连着2轮的报价之后，华大以微弱优势得标。心怀不满的英美纳此时开始在媒体造势，声称将 CG 卖给中国人等于泄露可口可乐的秘方，并鼓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发起对华大的调查。直到2013年，华大集团突破重重阻挠，以1.176亿美元价格完成对 CG 的全额收购，为华大制造进军基因测序产业铺平道路。2019年，随着华大制造进军海外，英美纳对华大制造发起了遍布全球的专利法律战。根据华大制造2021年9月10号披露的招股书显示，自2019年以来，英美纳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外对华大制造及其子公司、经销商、客户发起了专利、商标侵权诉讼案件多达30起。
截至该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英美纳在美国、德国、比利时等1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对华大制造及其子公司、经销商、客户的起诉。这导致华大制造及其子公司等在美国、德国、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捷克等6个国家一度受到临时禁令影响，不得在该等国家就临时禁令范围内的涉诉产品开展业务。实际上，英美纳对华大制造发起的法律战并没有影响华大制造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不断创新。截至2020年9月30号，华大制造已取得境内外有效授权专利364项，涉及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设备、高密度测序芯片耗材、自动化样本处理系统和远程超声机器人等几大类。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22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其中深圳华大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用于基因测序系统的样品预处理设备的发明专利入选该名单，成功获奖。中国专利奖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奖项，也是我国唯一专门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国家级奖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颁发，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奖项。上周五，华大制造及其子公司宣布与美国公司英美纳就美国境内的所有味觉诉讼达成了和解。英美纳将向华大制造子公司 CG 支付高达3.25亿美元的赔偿。段老师，您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结果？达成和解之后呢，是不会有判决的。也就是说，双方实际上在诉讼过程当中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本质上它是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像合同这样的关系，只不过是说在诉讼当中我们特指它为和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第一个，我们华大制造的相关技术在相关领域的这种核心价值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实际上达成和解对于对方来说，当我必须要使用这个技术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达成和解，本质上是双赢的一种方式。而这个所谓的和解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应该被看作是原有的被诉侵权方它应当支付的一个技术使用费或者专利许可费的这样一个费率作为参考，最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金额。好，刘先生，您对中美这2家企业在法律领域的竞争和交锋如何解读呢？在当时的很多情况下呢，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华大制造可能会像以前其他的公司遭遇一样，会出现滑铁卢，这在司法上不可能战胜美国公司。但是这次当地法院的判决让英美纳赔偿华大制造3.25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金额不大，意义重大。我可以说，这次诉讼的胜利具有教科书意义，也有里程碑意义。教科书意义就是意义在于，中国的企业可以依据这个案例，对美国有关企业提出各种诉讼和法律和司法纠纷，能够依照法律坚持原则，能够获得胜利，至少能够提升我们企业在美国经营和操作的信心。此次和解的诉讼案是由华大制造美国子公司 CG 向美国特劳华州地方法院提起的，而英美纳是被告。那如今呢，案件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了，对于准备漂洋过海去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或者是已经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企业来说，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宁先生，我想最重要的启发还是练好自家的功夫。首先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研发一定是要根据市场需求而做出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了专利，事实上你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去使用，也不会侵犯你的专利。第二呢，就是要构建更好的知识产权诉讼和许可团队，因为海外知识产权诉讼是有高度的专业性。近年来，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猛，也遭到了不少不公待遇。2017年2月，春节刚过，卢森堡的一家公司康文森突然以单方面声明公开信的形式向华为公司致函，声称华为侵权，要求华为必须购买其全球专利打包许可。
而实际上，康文森原本就是一家空壳公司，根本没有实体业务，就是通过这种四处索要高额赔偿费的方式来谋取利益。业界也给这样的公司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专利蟑螂”。而近年来，专利蟑螂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科技企业的痛中之痛。那么对此，中国企业该如何面对专利流氓的围猎？在美西方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打压中企的背后，又有着怎样针对全球的行业野心呢？一起来洞察关键。不仅华为、中兴等科技企业，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出海企业都先后在欧美国家遭遇过专利围剿。由于当今世界大量产品的知识产权都在美国，以知识产权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长臂管辖或打压，就成了美方的惯用招式。在2010年至2017年这7年间，约有5000起美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出现了中国公司的身影。由于专利侵权案件在不同州联邦法院的胜诉率不相一致，投机取巧的专利蟑螂往往会先通过网络获取到中国企业产品及销售信息，再选择在对其有利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继而频繁对中国企业发起专利诉讼，以达到其通过诉讼获得巨额和解金或赔偿款的目的。据统计，专利蟑螂于2012年向华为公司与联想公司提起约13例知识产权诉讼，并于2015年向华为发起15起诉讼。估算来看，深圳战略性新兴企业向专利蟑螂支付的许可费用每年高达15亿美元。他们呢，主要是收购或者是合作设立一个专利的包，然后用这个专利包来起诉企业。那么专利蟑螂起诉企业的这个对中国企业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种专利蟑螂本身它不具备产品，我们没有办法去反诉它，它只是藏在暗处的一样。起诉你之后，你只有应诉或者给钱，或者是这个胜利，是没有办法给它反方向造成压力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专利诉讼以外，近期美方以337调查对中企调查的起诉越来越多。所谓337调查，指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有关规定，针对进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开展调查。分析来看，337调查是美国的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不仅立案门槛很低，而且杀伤力巨大。凡是被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将被禁止进口到美国及销售。一旦发布普遍排除令，除被申请人的相关产品，其他同类产品也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相比于专利诉讼案件长达2年甚至更长的审理周期，337调查的调查期限为12到16个月，对被调查企业来说挑战更大。应诉企业不但需要短时间内收集相关证据材料，而且还需要聘请熟悉美国法律的律师等，费用通常高达300万到600万美元，甚至更高。其实我们知道，在打压中国方面，美国一直是打一套组合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金融多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此外，采取列实体清单、贸易调查、司法执法等多种手段，具体在哪个领域采取哪种手段，一般是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前期政策工具是否有效来相继抉择。2018年3月27号，美国超市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请求，对包括爱比森、利亚德在内的10几家中国 LED 企业发起337调查，指控中国企业侵犯其产品专利，并请求颁布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由于存在普遍排除令，中国 LED 企业同行中只要有1家企业不幸败诉，连同该国其他同类被诉产品企业都要退出美国市场。这就意味着这场官司如果输了，中国整个 LED 行业都会跌跤。中国光学光电子协会也发布声明表示，超视公司所拥有的2个专利以防水为主要诉求点，并非显示屏核心技术，且没有实质性的保护效能。而中国多家 LED 显示企业具有该专利特征的产品，早在其专利提出前就已经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了。但即便如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仍然投票决定接受起诉方的申请，启动337调查。而受理此案的德州东区法院向来以审理专利诉讼案件而闻名，很多世界知名公司每年都会在这个法庭上作为被告出庭，其中不乏微软、三星、华为等行业巨头。深圳爱比森公司顶住压力，成立专业律师团，坚决应诉。
近期，深圳卫视执新闻的记者专门前往爱比森在深圳的总部，针对这场应诉官司进行了采访。其实当我们在18年收到这个337调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确实是有一些慌张的，因为我们对于337调查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我们第一时间我们是找了美国非常专业的律所，然后呢，这个律所也做了相对系统的一个排查，然后对于我们应诉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费用，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的节点，以及包括我们的应诉的这种成功的率，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评估。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和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没有侵权的。还有一点，其实是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我们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规模非常的大，其实如果一旦被认定侵权，我们的代价会非常非常的大。爱比森的企业文化一直是诚信、感恩、负责任。我们从一开始基本上我们就确定对方其实是一个专利流氓来的。基于我们对于我们本身产品和技术的这么一个信心，我们认为我们是需要去坚定的去打下去的。近5年的漫长马拉松应诉官司后，美国德州东区法院就深圳企业爱比森对美出口 LED 显示产品知识产权侵权一案作出判决。深圳爱比森公司的9个被控产品均未侵犯任何美国超市公司的知识产权，并确定所有美国超市公司声称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都是无效的。深圳爱比森公司还可以向原告美国超市公司追讨诉讼费用。当我们最后到上庭的时候，其实我们美国的总经理他是跟我们的律所一起去上庭的嘛。那在我们要选我们这一个陪审团的人员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陪审团的名单，看到陪审团的介绍的时候，他是有那么一点崩溃的，给了我电话，然后说李总，他说一群大妈，我们这么专业的一个官司，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官司，但是交到一群非专业的人员手上，我们怎么能够去获得这个胜利？我们怎么能够去说服这一群陪审团？其实我们当时是挺慌张的，是心里面是有一点没底的。当然最终的结果也是从专业上面让对方感觉这个公司就是真的，他说的就是事实，把这一群陪审团最终是说服了的。分析指出，这不仅是中国 LED 企业对美国337调查和德州地区法院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扫清了中国 LED 企业在美国市场以及全球市场上的专利障碍，对中国的出海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积极价值。在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知识产权的较量已经成为企业绕不开的国际博弈舞台。没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勇于亮剑的底气，企业将寸步难行。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企业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要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我们一场官司完以后，我们发现你扎扎实实的去做了你的产品，扎扎实实的去经营的时候，这个它就是真实的，它就是连贯的。其实你只需要把你这些呈现出来，你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一些动作，去或者去修饰或者去掩盖。当你一旦修饰和掩盖的时候，你反倒是让别人觉得你是不真实的。就是用美国人的思维去在美国去做市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像337调查的话，它是针对行业的。我们在行业里面，我们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首先呢，我们在美国遇到的诉讼多不是坏事，它证明我们的中国的企业，那么在美国这个市场上给一些竞争对手造成了很大压力，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首先呢，练内功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增强自己的研发实力，那么要把自己研发出来的新的技术用专利保护起来。那么这种保护呢，不单单要在中国保护，我们也要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其
地方去保护。去年，深圳的 LED 企业爱比森就在美国超市公司发起的337调查相关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当中成为了胜诉的被告。那这也是国内的 LED 企业首次在美国的337调查当中胜诉。这个案件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启发？爱比森能够胜诉，它的关键是什么呢？根据中国深圳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过去2年统计的数据显示呢，实际上每一年中国企业在337案件当中败诉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几乎在2021年达到了80%。但是为什么这个案件能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呢？其实有很重要的几点，就是说其实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国的中小企业，在面对337调查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个诉讼的。这个没有能力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应诉成本极高，因为在诉前阶段差不多就要花到500万美金以上。那么这还不是进入正式庭审阶段，只是在诉前这样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呢，是说中小企业放弃美国市场本身而言的话，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重大，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这样的政策引领之下呢，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产品在全世界各国都这个受欢迎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那第三点呢，还有很多案件实际上在诉前阶段就已经达成了和解，就是在正式庭审之前达成庭前和解，因此就不会出现像这个案件这样最终拿到胜诉判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呢，这个案件其实它的关键性的意义呢，实际上它能够反映的是，第一，我们中国企业在面对这样的一些被诉案件当中，尤其是像美国337调查这样的案件当中呢，越来越积极。而且呢，其实也是中国企业一个实力的一种成长的一种表现，因为它的应诉成本确实是极高的。第三个呢，也反映出来我们中国企业它自身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创新性，还有它的这种含金量是进一步提高的。我们注意到爱比森的律师在结案陈词的时候给出了有力一击。他说，美国方面呢不选择在市场上去竞争，而是选择在法庭上开展他们的业务。那刘先生，在您看来，爱比森的律师他的这一番陈述它隐含着什么样的内容？爱迪生这个陈词非常高明，高明是在于用中国人的讲话，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因为这揭示了美国人他在行商在国际上霸权的一种惯技和一种恶劣做法。他不敢光明磊落的跟你竞争，他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散发点谣言，然后挑一些小毛病来跟你进行所谓的竞争。包括像5G 技术非常说明，如果5G 技术是盗窃美国的技术，您举出距离了5年时间了，你都没有举出一个例子，华为哪个技术盗窃你美国的？没有，他不把心思放在他自己创新、自己继续进步的这个工作上，而是放在如何做小动作，阻拦别的国家发展，阻拦别的国家进步，最后受伤害的实际上是美国自己本身。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关键洞察力，我是洪硕。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高附加值、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日益增多，这使得知识产权诉讼已经成为美国竞争企业保护己方市场、排除竞争对手、增加对手成本的惯用商业手段。面对美方压力，2006年，深圳朗科科技有限公司打响了第一场海外专利保卫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多的海外中企有了维权意识，熟悉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中国企业海外维权之路磕磕绊绊，他们是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面对美国各种莫须有的制裁，中企又能如何反制呢？一起来洞察关键。1790年，美国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至今已经运行了200多年。相比之下，当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还处于小学阶段，国内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并不发达，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人才更是稀缺，企业寻求到的支持非常少。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飞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当时的跨国中企在知识产权纠纷上更多的是被动挨打，甚至出现了在海外展会被查以后集体逃跑的事件。当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很多企业下意识选择不应诉，导致中国企业直接败诉，不得不接受巨额许可费赔偿，有些企业甚至为此退出了国际市场。而美国为了维护它在全球的科技霸权，却熟练运用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的规则，对中国企业实施打压。部分的美国的这个跨国公司甚至采取了我们业内叫这个欲擒故纵或者放水养鱼的知识产权策略。其实就是通过中国国内的侵权者来培育和发展市场，等到取得较高的市场份额以后呢，再实际以这个诉讼的方式坐享其成，获得巨额的这个经济赔偿。这种行为呢，确实让国内的很多企业是尝尽了苦头。美国确实它是非常善于利用这个知识产权规则来维护它的这个科技竞争实力的。2004年12月，当时年收入300多亿美元，年利润75亿美元，市值1500亿美元的重量级巨头英特尔指控一家规模仅100余人、收入不足1000万美元，还未来得及上市的轻量级公司东晋通讯，称其研发的语音卡产品侵犯了英特尔的知识产权，将其告上法庭，并索赔796万美元。他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去起诉东晋通讯的，但当东晋通讯呢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东晋通讯侵犯他们的版权、著作权。我们当时和东晋通讯的他们的创始人聊的时候，他说是美国抓的是非常重的，这个796万美元就是东晋通讯的全部家当。所以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也是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就是说美国人他不是要钱，是要命。就等于说，如果他真的就是获赔，那这个东晋通讯这公司就肯定是关闭掉了。不过，东晋通讯坚持认为，所谓专利排除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外。与此同时，2005年，东晋通讯对英特尔提起反诉，东晋称英特尔的行为是一种垄断行为。两家公司最终决定进行庭外秘密和解。李飞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如果说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的意识觉醒和海外反击第一阶段是被动挨打，那么第二阶段则是强势维权。2006年2月16号，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向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递交诉状，控告国际 IT 巨头美国 PNY 科技公司侵犯了其在美国获得授权的 USB 闪存盘发明专利权。朗科创始人邓国顺当时告诉记者，这项专利是闪存盘、闪存 MP3 及其他闪存移动数码产品的基础性专利。作为美国计算机存储零售市场主要企业之一的 PNY 公司，由于其侵权行为，已让朗科公司在美国市场受到了严重损失。2008年3月，朗科与 PNY 达成和解，这也是第一个在美国拥有专利后起诉美国公司并获胜的中国公司，对中国企业赴外诉讼具有很好的经验示范作用。曾有知情者透露，和解后 PNY 公司每年付给朗科公司的专利费达到8位数人民币。我确实还是有切身感受吧，因为当时我还在深圳知识产权局工作。朗科呢是作为我们深圳本土的企业呢，一直是被大家作为一个专利运营的典范。创始人邓国寿呢也被誉为这个 U 盘之父。朗科从最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积累，到他其实发动这个知识产权维权的时候，朗科已经积累了200多项的这个专利。特别是2004年呢，在美国拿到2件发明专利以后呢，他发现在国内外有很多的这种侵权。如果任由这种侵权发展下去，其实朗科的产品会面临一个灭顶之灾吧。所以朗科是为了企业的发展，也是为了民族的尊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的创始人也具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产权的意识和海外的留学的背景，所以他是选择了勇敢的站出来向美国的企业进行一个起诉啊。随着中企实力不断增强，手中专利数量和质量同时增加，在国际竞争中所掌握的话语权也就更大。在海外维权方面，中国企业也从毫无反抗之力转变为逐渐拥有维权底气。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知识产权的海外布局。深圳的 PCT 国际专利数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迅速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在挨打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小学生呢也成长为了这个小伙子，有了与国际巨头抗衡的能力。
比如说像华为等大企业，它已经不再惧怕这国外的竞争，每年处理的知识产权的案子都超过上百件，所以知识产权的纠纷和谈判也成了这个家常便饭。李飞认为，从2014年中国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到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觉醒的第3阶段——反击进攻阶段。中国的企业更加注重提升专利质量，注重专利的保护和运营，并且开始了一些有力的反击。比如说全球最大的电子雾化设备商深圳有个麦克维尔科技公司，它旗下有个施摩尔国际，它当时发现美国市场充斥大量的侵权产品呢，就开始了主动反击，在海外进行维权。那么去年10月份的时候，施摩尔根据这个深圳海关查扣的相关证据呢，在美国对38家的企业发起了可以说是国内首宗的国内企业对外国企业的3级调查。这个事件呢，也被评为今年的广东省还有深圳市的10大事件。刚好2次的评审，我也都是这个评审专家。那么据了解到最新的情况是，截止到今年的4月20号，已有17家被告签署同意函或者和解协议，另外还有10家被告正在与施摩尔洽谈和解协议或表达这个和解意向。所以我说这个阶段中国的企业不仅是成长为这个小伙子，而且是越来越强壮。根据2021年欧盟产业研发投入积分牌报告，华为研发投入在全球企业中位居第2。2021年，华为投入研发费用为1427亿元人民币，占销售收入的22.4%。同年，华为也是中国获得授权专利最多的公司，在欧洲专利局专利申请量排名第1，在美国新增专利授权量排名第5。华为 PCT 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1。苏立平他是作为华为高级副总裁和全球首席法务官，他跟我讲呢，华为一个是他的法务部门，一个是合规部门。法务部门的话，华为大概是有700多人，合规部门的话大概是有1500多人。它的知识产权整个的诉讼管理是放在法务部门的。所以像华为的话，我们说它在这个部门内部是围绕着它的这个全球化战略是配备了非常多的这个专业人员。其实像我知道的腾讯公司，大概它的知识产权部门也达到了有300多人。所以像一些大型的一些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管理架构上还是舍得去投入这个人力成本的。李飞指出，华为的案例给许多中企带来不少启示。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战略性投入，有后效性特点，所以华为坚持每年把约10%的研发费用投入到知识产权，才保证了它今天的地位。不仅如此，如果把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有效益的投入，它不仅可以通过知识产权避免缴纳高额的许可费，甚至可以向其他企业收取许可费。大量的研发和知识产权的一个投入，一方面形成了这个专利组合，取得一些基本的专利，同时它也在经营产品，通过知识产权许可呢来获得一定的收益。比如说像 IBM 公司每年大概获得这个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许可费，来保持它垄断地位。企业如果要走出去，肯定是要学习这种跨国公司的这样的一些他们知识产权战略。那么华为公司也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种竞争环境当中呢，充分运用了这个知识产权这个可以说商战的一个利器啊，在国际化道路上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这个世界，所以它的一些知识产权管理的策略和战略是值得我们中外企业的学习和思考。2020年2月，华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起诉美国通讯运营商威瑞森，指控该公司未经授权在计算机网络、下载安全和视频通信等领域使用了10几项华为专利，要求赔偿和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今年7月，华为与威瑞森同意就2起专利侵权诉讼案达成和解。这引起了不少美国专家和媒体的警觉，他们认为中国科技企业在国外已经展示出更加积极的诉讼姿态，并且中国企业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美国的法律制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不过，在李飞看来，如果从诉讼的发展来看，中国企业姿态的确越来越积极，但如果从诉讼结果来看，依然是以和解和败诉为主。但是目前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诉讼呢，仍然是以被告为主。那么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和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他们联合发布的一个2021年中国企业在美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报告显示呢，从这个新立案的专利数量来看呢，中国企业作为原告的有50起。
占比是14%，作为被告的还是接近300起。如果交对于2020年中国企业作为原告的这个比例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先行先试的深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一直走在前列。截止到2021年，深圳市国内专利授权27万9177件，居全国1线城市首位。相应的，为保护企业利益，在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的支持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深圳分中心于2020年获批成立。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宋阳介绍，深圳企业若在海外遇到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中心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和指导服务。至今已有100多家深圳企业获得了相应的帮助。一方面，我们中心有一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海外维权应对指导中心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团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建立了深圳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的这个专家库目前入库的专家呢有170多名专家，那么其中有海外专家80多名。那么我们在企业遇到海外的这个诉讼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24小时之内监测到他的这个案件信息，然后通知给企业。那么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多争取到2到3个月的诉前准备时间。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这个工作专家组那么联系相关的这个专家，为企业呢提供这个案情的这个分析报告。实际上，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以贸易法、出口管制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反海外腐败法等国内法对中国企业和个人进行长臂管辖。2021年1月15号，美国国防部把小米集团列入了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清单，原因是小米集团创始人曾获得过一份表彰。根据公开信息，2019年，中央统战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了第5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而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正是这100名获表彰者之一。美国国防部声称，考虑到这份表彰以及小米在5G 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美国国防部有充分的理由将小米集团列入涉军黑名单。中美未来的知识产权问题的分歧肯定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我认为这种影响会是结构性的，在一些中低端技术研发和应用上，中美之间可能会有分歧，但是双方可能会最终联手，共同研发开发技术的市场价值。但在高端技术，例如像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专精特新的技术上，美国一定会加大技术封锁，一方面通过拉长禁止技术出口清单，另一方面不断用337、301、特别301绞杀等对中国自主研发进行干扰。当时关于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清单还没有任何一个起诉成功的案例。小米集团请教了很多律师和国际关系专家之后，决定直接起诉美国政府，捍卫小米的合法权益。最终2021年5月25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颁发了最终判决，解除了美国国防部对于小米是中国军方公司的认定，正式撤销了美国投资者购买或持有该公司证券的全部限制。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随后通过社交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我们赢了。”美国的制裁其实这几年也让我们中国企业更下定了这决心，要走这个国产替代的道路，逼迫我们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好的企业其实是逼出来的，所以不能把科技创新寄托在别人的身上。第二一点呢，就是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大力的发展数字人民币。第三一个就是还是要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推动深港深度的融合。因为香港是对全球的贸易规则、金融规则和知识产权规则，它是全面接轨的，所以依托香港呢，可以开展一些全球专利技术的合作开发。2006年，深圳企业朗科科技向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递交了诉状，控告国际 IT 巨头美国 PNY 科技公司侵犯了其专利，这也打响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首场专利权保卫战。那这样一个知名的案件标志着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从被动到主动出击的一个转变。刘先生，您觉得这对后来在美国发展的这个中国企业有着怎样的示范作用或者是启发？
我们一直没有忘记2006年这个案件，因为2006年是中国在2002年、2001年进入 WTO 以后，中国首次在美国本土司法上的胜利，一下子就从司法层面扫清了压在中国企业头上的一片雾霾，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阳光，看到了晴天。近年来，除了之前提到的337调查、301调查，美国呢还通过包括制定与中国相关的贸易法案、打造所谓黑名单，以及对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的不断趋严，来试图打压中国。刘先生怎么来看美国的这一系列操作？美国最近几年的操作越来越不像个大国。实际上，美国最近5年里边又推行出了很多可以广泛被利用于解决企业矛盾和知识产权矛盾的一些国家性法律，像国家安全法，动不动就把某个企业的行为与国家安全相联系起来。还有包括他们今年刚通过的一个所谓这个竞争法。那么竞争法案实际上根本核心就是保护美方的企业的核心利益，而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中资企业、中国的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和生产的各种权利。美国通过这些法案的推广和执行，直接伤害的是美国的信用。因为当美国发现自己并不占有法律道德的这个权益的时候，他甚至可以随意退出某个公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跟美国进行面对面的协商，要讨论有关的法律它的公正性，并且所有的国内法不能高于国际法，所有国内法不能高于 WTO 法律。只有用 WTO 法律和国际法来统一全球的所有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纷争，我想国际贸易和国际社会会回到一个非常公平、公开和公正的环境。我们反复的看到呢，在中美企业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当中，出现过不少深圳企业的身影。那此前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华发起的贸易战时，有网友就说这是美国在和深圳的粤海街道在打贸易战。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而深圳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上有着怎样的优势呢？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不仅仅所谓的是一个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而它更多的它是一个整个的市场生态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广东省来讲，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了这里，而且呢，这些企业又往往集中在了哪样的一些领域呢？就好比说 5G 领域，就是通信技术领域，也就是说，这些我们国家目前来讲，在全世界而言，企业在市场竞争力当中最为凸显的这样一些企业和领域，恰好集中在了深圳。我个人认为，它最终的基底还是我一开始就提到的，第一个，企业自身技术含金量的提高；第二，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也就是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样一个转变历程，确实是在深圳得到了凸显，而且在深圳进一步得到了放大。华为是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当中最频繁出现的企业之一了。那近几年来呢，华为在维护知识产权、完善相关规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在法律程序当中改变思路、主动出击的典范。在您看来，华为能够主动出击，它的底气所在是在哪里？能够为其他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呢？我个人认为，华为近年来是持续多年大量的研发投入，让它拥有了许多世界级的技术创新，也拥有超过10万件专利。这样雄厚的知识产权实力，再加上它多年的海外知识产权诉讼与许可谈判经验，